周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阿富汗外长阿特马尔、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以视频方式举行第4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3方外长对话。从上月起，美国与北约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给阿富汗的局势带来了极大不稳定性。在这一背景之下，此次中阿巴3方外长对话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来看报道。在3方外长对话中，王毅表示，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加快从阿富汗单方面撤军，对阿富汗和地区国家来说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是阿人谈判会否因撤生变，会否因撤生战，会否因撤生乱。机遇是外部军事力量离开阿富汗，将为阿富汗人民真正掌握自身前途命运创造条件，打开局面。王毅提出了中方关于推进阿富汗内部和平和解进程5点主张和建议。一是坚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根本原则。中国支持阿富汗各方共同打造广泛包容的未来政治架构，对内奉行温和穆斯林政策，对外全方位推进和平外交。二是中方乐见阿国内谈判团队跟塔利班代表团近日在多哈恢复接谈，希望这一局面巩固持续下去。三是要推动塔利班回归政治主流，中方希望阿富汗政府坚定和谈信心，提出更具吸引力的和谈方案，鼓励和带动塔利班摒弃前嫌，相向而行。四是中阿巴3方要合力促美国有序撤军，履行应尽义务，防止阿安全局势恶化，避免恐怖势力借机回潮。五是要加强中阿巴3方的精诚协作。去年以来，巴方在促成美塔签署和平协议，推动开启阿人内部谈判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期待巴方继续用好自身优势，做出新的建设性努力，也希望阿方积极看待巴方显示的诚意和做出的贡献。在联合声明中，3方也表示强调愿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和平、政治、经济、互联互通、安全反恐等领域合作，共同致力于推进3国及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有观察指，中阿巴3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释放了3个重要信号。首先是欢迎塔利班归来，尽管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仍在激烈作战，但考虑到美军全面撤离以及塔利班的实力和影响力，在未来阿富汗格局中，塔利班必然是一支重要力量。那么中国政府一贯主张，这个应该同阿富汗所有政治力量，包括塔利班，当然也包括喀布尔政府甚至还有阿富汗所有不属于这两派的某些部落的特别是有武装的部落，进行尽可能全面这个旨在实现全国和解和团结的政治对话，妥善解决各种阿富汗内部的问题。联合声明释放的第2个重要信号是上合组织要登场。3方外长会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3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凝聚阿富汗内部和国际社会政治共识，推动阿富汗和平解决进程的多边努力，支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为推进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做出积极贡献。第3个重要信号是对东伊运等恐怖势力说不。联合声明中，3方重申共同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强调应抵制反恐双重标准，不允许任何恐怖组织或个人利用各自领土从事针对其他国家的活动，加强联合打击东伊运、巴基斯坦塔利班、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3方欢迎中巴阿3方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首批落实项目取得的积极进展，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这个阿富汗呢，因为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它尤其靠着这个中国的新疆，所以呢，加上它内部的这个治理的不善的问题，所以很容易就成为恐怖分子的这个训练营和这个滋生地，都可能对中国呢造成这个一定的这个非传统方面的这个安全的挑战。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呢，它有很多的这个优势。第一个，从地理上说，我们是跟它接壤，然后呢，我们对阿富汗的各方都有这个相应的接触，而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而且更好的一点就是，中国跟阿富汗的所有的邻国都保持着相对好的这个外交和政治战略上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们能够统筹运用各方的这个力量，来共同应对呢阿富汗形势的这个挑战。
外界注意到，5月12号，中国加中亚5国外长第2次会晤结束后，发表了3份联合声明，其中一份也聚焦了阿富汗问题。声明指出，作为阿富汗的友好近邻和重要伙伴，中国和中亚国家高度关注阿富汗局势走向，各方呼吁相关撤军进程以负责任方式有序进行，确保阿富汗长期稳定，避免恐怖势力回潮。各方重申，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阿富汗领土不应被破坏势力用于威胁或攻击其他任何国家。近期，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在9月11号以前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白宫表示，美国认定目前来自阿富汗对美国的威胁无需在阿富汗有常驻军队，不用继续和塔利班处于战争状态就可以应对。根据美国官方数据，驻阿美军在此次撤军前大约有2500人。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阿富汗境内有未公开证实的大约1000名美军特种部队士兵。一名北约官员4月29号表示，拜登做出美军9月11号前完全撤离阿富汗的决定后，北约驻阿富汗部队也开始撤离。这名官员说，北约驻阿部队将在数月内完成撤离，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此前，阿富汗大约有7000名依赖美军后勤和安全支持的北约驻军。美国从2003年以反恐为名义进入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实际上进行了一个空前漫长的但是失败的战争。从奥巴马总统开始，美国历届政府、美国历届总统都是要收缩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尽可能收缩这一场实际上美国根本打不赢的战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主持召开第4次中阿巴3方外长视频对话会议呢？我相信明眼人都看到了，中方主持召开第4次中阿巴3方外长视频对话会议的时机，正值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国内局势再度变得扑朔迷离，塔利班组织准备趁虚再起，重新夺取阿富汗政权之际，而美国在这个时候丢下塔利班这个烂摊子，不仅仅是在给阿富汗出难题，更是想对中国造成前后夹击的战略效应。一个方面，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实际上是当年奥巴马倡导的美国全球战略大转移的一部分，也就是把自己的战略重心和战略力量从伊斯兰地区撤出来，转往印太地区来集中对付中国。另外一方面，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势力的东山再起，还可以在中国的西北面制造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威胁中国新疆地区的和平稳定，并因此而牵扯住中国的精力，让中国腹背受敌。不过让美方始料未及的是，面对美军撤出阿富汗，中方不仅没有感到惊慌失措，反而是在阿富汗问题上展现出了非常积极进取的姿态，先后4次召开中阿巴3方外长会议，以探讨解决阿富汗的塔利班问题。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中方并没有把美军撤离阿富汗完全看成是一场危机，而是在危机中看到了机遇。中方认为，美军撤出阿富汗虽然让阿富汗局势重新变得扑朔迷离了，但是它也为中方重新在西北边陲地区营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外围环境，尤其是为打掉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的外援，以及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构想创造了机会。因为美军与阿富汗塔利班武装长达10几年的战争，不仅损害了中亚的和平稳定，而且也威胁到了中国新疆的安全。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是趁乱偷渡到阿富汗接受训练，并潜回国内搞恐怖袭击的。同时，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不仅是2个重要的陆上通道，而且是绕不过去的陆上通道。我们甚至可以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局势走向事关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成败。我想这就是中方并没有一味地批评美军撤出阿富汗是不负责任行为的原因。中方仅仅是呼吁美军应该有序地撤离。
三国外长联合声明特别强调，不允许任何恐怖组织或个人利用自身领土从事针对其他国家的活动。三方将加强联合打击东伊运、巴基斯坦塔利班、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那么您对此如何解读呢？中阿巴在本地区的反恐行动，跟美军在阿富汗地区打击塔利班的行为，有着几个重大而本质性的不同。第一个是，美国在阿富汗地区的反恐行动，主要是美军在单打独斗，或者最多联合阿富汗政府军一起行动，而中国则是联合阿富汗与巴基斯坦3国一起行动。我们知道，过去在打击塔利班问题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不仅没有形成协同效应，甚至美国还经常指责巴基斯坦是塔利班组织的总后台，这就为塔利班组织充分利用阿巴之间的矛盾，行走与活跃在阿巴边境地带提供了机遇。而中阿巴的这一次出手，直接针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国之所以能够联手巴基斯坦共同打击塔利班，显然又是跟中巴之间的铁杆友谊是密不可分的。这一优势是包括美国、印度、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都不具备的。那么第二，过去美军在阿富汗主要打的就是塔利班组织，或者是顺带打击一下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但是对于危害中国新疆安全的东伊运，这不仅不打击，甚至还给予了暗中的支持。而这次中阿巴3国不仅达成了联合打击的共识，而且是要对东伊运、巴基斯坦塔利班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进行一视同仁的打击。这不仅避免了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那么第三，跟过去美军一味地对塔利班进行绞杀不同的是，中阿巴不仅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了维护阿富汗的和平，以及让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组织进行和谈的重要性，而且突出强调了反对塔利班以武力方式推翻阿富汗政权，同时允许塔利班组织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参与阿富汗的治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阿巴实际上是在以3国合作、3国联动、3个恐怖势力一起打的方式，重新恢复西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